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、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2025年6月13日，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空难中，涉事机型为波音787梦幻客机，但 Google 搜索的 AI Overview 功能在展示空难信息时，错误将其标注为空客 Airbus 机型。该错误信息出现在搜索结果顶部，经 Reddit 用户截图曝光后，引发舆论哗然。先说说这件事的影响吧。对普通老百姓来说，好多人都依赖搜索顶部的结果，这下可被误导惨了。尤其是空难家属和关注航空的人，本来就够难过的，这错误信息又给他们添堵。而且空难调查本来就敏感， AI 这么一错，大家的关注点都歪了，不去关注事故原因，反而纠结机型安全性，这不是添乱吗？再看企业，空客简直比窦娥还冤，压根没他们啥事，就被莫名牵连了。公众说不定就会怀疑空客的安全性，品牌形象肯定受影响。要是这错误信息一直扩散，订单、股价都可能跟着遭殃。谷歌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，出这种事实性错误，可把用户对 AI 工具的信任伤得不轻。大家都开始担心，这 AI 是不是老犯迷糊、乱说话？从行业层面看，这事儿也敲响了警钟。像空难、医疗这些领域，对信息真实性要求多高啊！要是 AI 没有专业的数据校验机制，乱说话可不得了。医疗诊断错了，法律条文曲解了，那后果简直不敢想。再说谷歌，虽然有免责声明说 AI 回复可能有误，但把错误信息置顶，这不就是甩锅吗？根本没解决为啥错误信息能优先展示的核心问题。网友们的反应也挺有意思，有讽刺的，说谷歌 AI 连飞机型号都分不清，还好没去开飞机。有担忧的怕今天错机型，明天错药品、法律条文，觉得 AI 不能只图快不顾事实。还有极端点的呼吁空客起诉谷歌，让大厂长寄信。谷歌这边呢，就做了点表面功夫，部分移除了错误的 AI Overview 展示，但还有残留。而且对于为何出错、如何避免这些关键问题，一直没公开回应，就靠免责声明搪塞过去，这态度可有点敷衍了。BBC 报道称， Meta 旗下 AI 工具的用户查询 prompt 被公开至平台的 Discover Feed， 部分用户未意识到自身搜索内容已暴露，涉及敏感信息泄露风险，包括学业问题、性别认同困惑、涉及暴露形象的生成请求等，且部分内容可通过社交账号如 Instagram 追溯到个人。Meta 这波操作真有点坑，虽说给了弹窗提示，但谁用 AI 的时候会盯着那行字仔细看啊？而且 Discover Feed 和 Facebook、Instagram 绑在一起，刷 Feed 的习惯让用户根本没意识到。我问 AI 的事儿会被全平台看见，就像你在微信里问个私密问题，结果被自动发到朋友圈广场，想想都瘆得慌。Meta 应该把公开 feed 的开关默认关掉，或者每次交互前用大红字提醒，不然以后谁还敢放心用？隐私这事儿不怕明着坏，就怕暗着坑。现在可好，用户的考试、性别困惑，甚至擦边球请求全被晒出来，还能扒到社交账号，这不是把隐私往火坑里推吗？Google 正在为 Workspace 增添新的 Gemini AI 功能。Gemini 现在可以汇总 PDF 和 Google 表单，从而节省时间。打开 PDF 时， Gemini 会建议诸如起草提案之类的操作。它还可以汇总表单回复，突出显示关键主题。
Gemini 可以根据用户描述和导入的文档自动创建表单，这些功能即将面向 Workspace 用户推出。作为经常处理周报、合同的打工人，最戳我的是 PDF 一键生成行动项。以前开会前要熬夜啃100页报告，现在 AI 直接给重点摘要加待办清单，再也不怕被问你总结下核心问题时卡壳。但实测要注意，比如表单总结的关键词可能被误判，提升体验，建议里混进无关内容，得养成先看 AI 摘要再抽查3条原始回复的习惯。另外，中文用户得等到7月后，希望 Google 别让多语言支持成为摆设，毕竟列出面试问题翻译成生成面试题才是打工人需要的中文语境。AMD 发布了 Rookie M7 软件更新，旨在提升 AI 性能。它将现有硬件上的 AI 推理能力提升 3.5 倍，并增加了对 Radeon GPU 的支持。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，开发者可以使用搭载 Radeon GPU 的锐龙 PC 进行 AI 开发。Rookie M7 还支持 FP4 和 FP6 等低精度数据类型。AMD 还发布了面向企业的 Rookie M Enterprise AI MLOps 解决方案。这次 Rookie M7 让我想起2016年 RX 480刚出时的驱动灾难，当时玩游戏还要手动改注册表，现在看到 Win11 原生支持 FP4 这种黑科技落地，只能说 AMD 终于学会了软件比硬件更重要。最惊喜的是分布式推理的开源打法，英伟达 Tensor 对 FP8 藏着掖着， AMD 直接联合 VLM 把 FP4 或6玩出花，甚至让 MI355X 在特定模型上反超 H200， 这招像极了当年安卓用开源生态逆袭 iOS。 虽然 CUDA 生态仍强，但 ROSM 的开放加免费正在吸引中小开发者和企业。不过要警惕生态碎片化，不同 Linux 发行版支持进度不一，如 OpenSUSE 延迟， Windows 预览版稳定性待验证。但至少普通用户终于能说，我的下一台 AI 电脑何必是英伟达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